深度评测来了。这集评测帮你会先专注在 iPhone 13及13 Pro 两款机型，带大家更完整的来看今年 iPhone 13系列在各方面的实际表现，一起来看看吧。在开始前，别忘了订阅邦尼支持我们，也欢迎点击下方链接加入 Apple 用户专属社团，一起讨论更多内容。相信有不少人已经看过邦尼上一集开箱节目，所以本集在外观上，邦尼就不再赘述，直接来看测试重点。唯一需要提一下的是，这次 Pro 系列重量提升比较有感，13 Pro 重量大约200克左右，算是2021旗舰机的正常表现。不过 Pro Max 达到240克左右的重量，如果没有拿过大手机的朋友，还是建议现场摸一下。尤其今年 iPhone 13 Pro 跟 Pro Max 各项表现都比较接近，相机和120Hz 这些主要影响项，两者表现基本一致，所以这次大家不需要硬上 Pro Max。尤其从 iPhone 12开始，苹果就采用了平直的侧框设计，如果你的手不够大 ，Max 版本的握持手感其实并不算特别好，也无法进行单手操作。而这集当然也不免俗，帮大家测试一款周边。这次帮你测试的是大家熟悉的不变黄保护壳 Maxby 极空战甲第6代，一样还是边框加上透明背板的组合设计。第6代最大的差异是背板采用内卡式的结构，可以改善入尘问题，跌落时背板也不会弹出。边框同样采用双料结构的设计，内部软性的塑胶可以进一步吸收跌落时的冲击，而外层跟手部接触的则是硬塑胶，避免接触汗水变黄。同时 Maxby 这次一样提供了1年的免运费不变黄保护。还有一个重点，极空战甲第6代的侧框有高于13 Pro 的镜头模组，选购13 Pro 保护壳时，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一点。顺带一提，不论你选购的是雾面或透明背板，在包装内都可以找到随附的雾面背板贴，可以 DIY 贴在背板上，加强跌落时的缓冲，也可以保留 Pro 系列的雾面质感。此外，这次 Maxby 也推出了 iPhone 13系列的太空盾超强化玻璃贴，跟一般玻璃贴的差异落在有30公斤的单点抗压表现。根据 Maxby 公布的数据，即使是侧边的抗压性能，也可以达到30公斤以上，同样有疏水疏油效果。喜欢透明壳的朋友可以参考看看咯。再顺带一提，这次的机型同样具有 MagSafe 功能，虽然机身本体磁性比较不强，但尽量还是不要跟磁卡放在一起。套上没有磁圈的保护壳，也可以进一步减弱磁力。而这一代苹果采用的超瓷晶盾萤幕，依旧在滑动时比较侧一些，应该还是受限于材质特性，无法做到非常滑顺。想入手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而在效能上 ，iPhone 13及13 Pro 都搭载 A15 Bionic， 不过两者采用的处理器实际上有所差异。非 Pro 系列，也就是13跟13 mini， 采用的是4个 GPU 核心的版本。而 Pro 系列的 A15 Bionic 则是采用5个 GPU 核心的版本，差异是什么呢？简单来说 ，GPU 核心跟图形效能会有比较大的关系，也就是在游戏时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差异。日常使用的话，两者差异就非常有限。以实测数据来看，13跟13 Pro 在 Geekbench 5的图形效能中，效能差异有 35% 是有点大的。换成提升来说 ，iPhone 13相较起12 Pro Max 大约提升了 11%， 而 iPhone 13 Pro 提升则是达到了 50% 左右。如果以重度效能需求来看，邦尼也实测 3D Mark Wildlife Extreme 20轮压力测试，可以看到 iPhone 13跟13 Pro 在压力测试下达到目标天花板后的效能下降，大约都落在 40% 左右。所以如果要让 A15 这头猛兽完整发挥，可能还是要依靠外部散热。同时也可以看到，在 3D Mark Wildlife Extreme 13 Pro 相较起13得分高了 27%。一来一往之下，其实4核 GPU 的 A15 Bionic 表现跟去年 iPhone 12 Pro Max 搭载的 A14 Bionic 相对接近。所以如果是为了 GPU 效能，从 A14 换到4核心 A15 的朋友，差异就比较小一些。尤其即使放到现在来看 ，A14 Bionic 效能表现依旧强势，主流游戏也都可以顺跑。值得一提的是，可以看到13 mini 在限制效能后，得分会比13低上许多，甚至下降到跟去年12 Pro Max 最低得分非常接近。这也就是机身体积所带来的散热差异。接下来帮你也是测效能测试指标游戏《原神》。需要注意的是，这次以及未来邦尼将会采用新版的原神测试标准，不能跟过去结果对比。
这次邦尼也针对原神不同游戏场景进行实测。首先是新开地图海奇岛的珊瑚宫，场景更加多彩缤纷。原神这次新开的场景还是相对细腻，效能需求不低。可以看到 A15 Bionic 在大多数时间都可以保持流畅。实际游玩下，在名神大社、璃月港这种夜晚灯火较多的场景中 ，A15 Bionic 流畅性表现也还算不错。在原神特效全开60 FPS 的实测中 ，iPhone 13拿下了平均58.9 FPS 的成绩。机身温度则是正面37.8度，背面39.3度。可以看到苹果在温度控制上这代变得相对保守一些。不过有点意外的是，在邦尼几次测试中，13 Pro 在效能测试中的表现都更好。不过游戏中的平均帧数却都略低于 iPhone 13一些，在后半段的帧数波动也都比13大上许多，拿下了平均57.9 FPS。正面温度达到36.8度，背面39.6度，温度依旧是控制在40度上下。从测试结果来看，两者所造成的差异，应该是13 Pro 强上更多的效能表现，更快的达到苹果设下的效能输出天花板，所以为了进一步控制温度跟功耗，也限制了效能输出。因此，在后段的帧数波动会比较大一些。有趣的地方来喽！如果我们开启省电模式来测 ，iPhone 13 Pro 在省电模式下的平均帧数，其实还跑得更好，平均达到58.3 FPS， 帧数波动也更稳定。因为更少的效能输出，让 A15 Bionic 的效能输出得以延长。期待苹果后续推出更新，进一步最佳化重度游玩下的效能调度。不过整体来说，这一代的 A15 Bionic 只要在保持散热的前提下，还是非常强劲。即使是连续战斗或放个大招，也不会有明显顿挫。以下邦尼也提供跑分结果供大家参考，两者在规格上还是有一个微小差异。非 Pro 系列13搭配的是 4GB RAM，Pro 系列则是6GB。跑分结果可以参考一下表格。而在续航上 ，iPhone 13采用3227毫安时电池 ，iPhone 13 Pro 则是3095毫安时电池。在相同条件的测试中 ，YouTube 1080p 影片连续播放1小时 ，iPhone 13消耗了7%，iPhone 13 Pro 也是7%。而在原神最高画质下玩30分钟 ，iPhone 13跟13 Pro 都消耗了17%，结果非常一致。4K 60 FPS 连续录影1小时，两者耗电量也非常相近，13消耗了28%，13 Pro 则是29%。在实际体验上 ，iPhone 13以及13 Pro 在日常使用下可以达到1天1充。不过，如果过去使用 iPhone 11、12系列都无法1天1充的朋友，还是建议搭配行动电源使用。在快充测试上，邦尼这次实测13 Pro 在低电量模式下，快充最高瓦数可达20瓦左右，13 Pro Max 则是可以达到27瓦。这是 Pro 系列两支有所差异的地方。不过还是峰值表现，13 Pro Max 后段也是会回到15瓦左右稳定输出，所以在充满的时间上差异不大。邦尼实测采用原厂的20瓦快充组进行实测，在0到100%的充电测试中，30分 iPhone 13可以充满52%。而13 Pro 则是55%，完整充满13花了1小时50分，13 Pro 则是用了1小时48分，其实都不算快，不过结果非常相近。而支援最高27瓦快充的 iPhone 13 Pro Max 则是1小时42分完整充满。整体来说，苹果还是有适度的针对变大的电池提升最大快充瓦数，不过相较起隔壁棚25瓦1小时左右充满的表现来看，苹果在快充上还是相对保守一些。尤其在电池大小的优先级上依旧比较低。如果对电池技术、各家选择高瓦数快充以及电池容量思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邦尼去年的 iPhone 12完整评测。而在生物特征安全辨识上，依旧采用 Face ID， 相较起过往面积缩小了，不过基本上跟过往差异不大，还是无法横向解锁，实测口罩也无法解锁，所以还是要继续按密码解锁。而在相机部分，邦尼就简单带一下规格。iPhone 13 Pro 共有3个镜头，包含广角、超广角以及3倍光学望远镜头，同时有 LiDAR。而 iPhone 13这边则是有广角以及超广角2颗镜头，没有望远也没有 LiDAR。邦尼也透过红外线摄影机实测，可以看到这一代的 LiDAR 在实际运作上跟上一代基本一致，透过打出的感测点进行侦测，不过密度依旧不高。主要还是针对有一定面积的物体进行距离跟深度感测，密度无法达到非常精准的边缘绘制。
跟 Sony Xperia Y Mark III 上那颗 3D iToF 打出整片进行感测的方式有所不同，所以这应该也是为什么 iPhone 13在没有 LiDAR 的帮助下，依旧可以完成人像跟电影级模式运算的原因之一。有没有 LiDAR 最大的差异，应该还是落在 AR， 以及去年帮你测过针对透明物体拍摄人像模式这种场景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异。跟去年结果一样，在一般场景中，其实 LiDAR 和最终结果的差异就比较有限一些。帮你也实测，不论在拍照、录影或是电影级模式中 ，LiDAR 都会进行辅助感测。顺带一提，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帮你下一集才会带来比较完整的电影级模式实测。最后，大家关心的鬼影还是有，在意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先直接来看样张，我们会先看13系列跟12系列的差异，接着才看到跟其他品牌在拍照上的差异。首先看到主镜头的日拍，第一组样张可以看到，这代的 iPhone 13系列日拍调校风格还是跟上一代比较相近，尤其在高光曝掉的地方也是非常一致。如果是跟三星的 S21 Ultra 相比，明显可以看到这代的 iPhone 13系列还是相对偏冷，细节保留差异不大。不过可以透过左上角的树叶暗部，看到在 HDR 上的处理不同。接下来这组样张，我们直接放大来看细节，可以看到 iPhone 13系列跟 iPhone 12 Pro Max 相比，并没有带来明显改变。13以及13 Pro 在主镜头日拍上的差异也不大。跟 S21 Ultra 相比，三者表现也都是接近的。如果真的要细部来看 ，S21 Ultra 在树叶细节处理，三星更倾向锐化保留细节，苹果则倾向涂抹。整体来说 ，iPhone 13系列主镜头表现跟上一代没有明显差异。超广角部分，在日拍上 ，iPhone 13系列跟上一代的差异依旧不大。不过可以看到13 Pro 在中心细节保留会好上一些。但如果是跟 S21 Ultra 相比，中心细节差异不大。可是看到左上角 ，iPhone 13系列在边缘画质的下降还是比较明显。而若是在逆光场景，可以看到苹果还是更倾向保留前景，所以在天空上还是曝掉的。如果加入 S21 Ultra， 可以看到三星在 HDR 上还是比较积极。此外，这次苹果也在 Pro 系列加入了微距摄影模式。只要系统侦测进入竞拍模式，就会自动切换成微距镜头，进一步解决竞拍相差造成的边缘画质下降问题。实际表现也还算不错。不过毕竟微距还是透过超广角镜头拍摄，所以只要光源稍微不好，画质就会明显下降。更重要的是，目前 iPhone 13 Pro 的微距因为无法手动切换，所以只要光线一不好，系统又切换微距，竞拍就会有明显的画质下降。苹果也表示，后续会推出更新，开放手动切换，不过还不确定实际的做法。同时，这次在自动切换上有许多回报的，还有苹果的长焦也有类似状况，在切换时的逻辑有点难拿捏。例如，你想用望远拍，但系统的判断并不会切换成3倍镜头进行裁切，而是不断卡在主镜头，不切换成长焦。这时候帮你会建议切换成1倍，再重新变焦，让系统重新判断使用的镜头。正常的话就会成功切换了。不确定是否跟这一次更换镜头模组，苹果更改了更严苛的场景光源限制，造成大多透过主镜头拍摄的问题。还是期待苹果进一步强化切换逻辑。帮你自己是蛮期待，可以也把长焦的选项开放给用户，更弹性的手动调整。而在望远样张部分，首先是2倍，3支都是采用数位变焦，画质也都有所下降，差异不大。3倍下 ，S21 Ultra 跟13 Pro 都是采用光学3倍，而 iPhone 13则是数位裁切，可以看到13的画质下降还是比较明显。而 S21 Ultra 跟13 Pro 相比，邦尼认为13 Pro 的画面更锐利一些。5倍部分 ，iPhone 13基本上已经离线，剩下2支也都是数位变焦。13 Pro 还是略好于 S21 Ultra， 不过这其实除了跟本身镜头素质有关。事实上 ，iPhone 13 Pro 的3倍是比 S21 Ultra 更远的，所以说同样都是3倍，但两者焦段并不同。从主镜头就可以看到 ，S21 Ultra 采用的是24mm 主镜头，画面更广；13 Pro 则比较窄，采用的是26mm，而 iPhone 13 Pro 的3倍是77mm，S21 Ultra 则是72mm，所以裁切后的细节表现也能获得一些微小的焦段优势。如果是在10倍下，iPhone 13是真的离线了，
根本无法拍10倍。不过，若是跟拥有10倍光学变焦的 S21 Ultra 相比， iPhone 13 Pro 表示退出群聊，大家就自己看画面上的差异吧。夜拍部分整体来说，这次 iPhone 13系列虽然有更好的感光元件，不过更好的感光元件，苹果并没有拿来提高夜拍上限，而是拿来降低夜景模式的截取时间，强化拍摄时的成功率。这做法其实跟去年的 iPhone 12 Pro Max 完全一致。邦尼去年也有特别提到。从夜拍样张上可以看到， iPhone 13系列主镜头即使在低光场景中，13 Pro 的夜拍表现事实上并没有跟13拉开明显差距。在夜景开启前，13 Pro 的夜拍涂抹甚至比上一代的12 Pro Max 稍微明显。开启夜景模式后，表现非常接近。可以看到现阶段的苹果拍摄成功率的优先级还是大于夜拍上限。而若是跟 S21 Ultra 相比，可以看到不论是左侧的大看板，或是前景的小灯箱， iPhone 13系列在 HDR 上依旧相对保守，高光抑制也相对偏弱一些。超广角部分，在没有开启夜景模式前，可以看到细节保留还是相对不足。不过放大看到101或是下方草丛细节，相较起 iPhone 12 Pro Max 已经近乎离线的超广角， iPhone 13跟13 Pro 的确略有提升。不过若是跟 S21 Ultra 的超广角相比，还是稍有差异。若是开启夜景模式，可以看到 iPhone 13系列超广角的细节，相较起12 Pro Max 有明显提升，13 Pro 的细节会再比13更好。接下来这组同样可以看到 iPhone 13系列的超广角，相较起12 Pro Max， 建筑物纹理更加清晰，在建筑的细节保留明显更好。不过若是跟 S21 Ultra 相比，在细节上三星会相对优势。整体来说，在夜景上 ，iPhone 13跟13 Pro 都和去年的 iPhone 12 Pro Max 比较接近一些。在主镜头上的提升，苹果更倾向于减少夜拍截取时间，提升拍摄成功率，而没有将感光元件带来的性能空间探索夜拍上限，所以在大部分场景并不会有明显差异。同时，还是可以看到，苹果在今年的 HDR 上依旧相对不积极。超广角部分，只能说相较起12系列，只要光线不好，超广角就离线的状况来说，4个字：提升巨大。但在极端场景中，相比目前市场上其他超广角解决方案，会有些不足，还是镜组中比较可惜的一颗。最后是录影，这次 iPhone 13以及13 Pro 同样支援最高 4K 60fps 录影，不过还是一样，在 4K 60fps 下无法切换镜头，还是期待苹果进一步开放支援。如果是在 4K 30fps 下，就可以自由切换，同样也可以切换到微距镜头。不过在系统上的自动判断，有时候并无法非常准确切换。例如使用主镜头往前竞拍，有时候系统会自动切换到微距，不过更多时候你会发现画面变模糊，并不会及时切换成微距，而是当你点一下萤幕对焦才会切换。但这时候你会发现，画面会有比较明显的跳动，接着切换到微距。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切换到微距后，如果你往后拿，接着拍摄其他画面，系统并不会马上切换回主镜头。这时候，如果你拍摄的场景光线不足，就会发现画质有比较明显的下降，因为系统还是继续使用超广角裁切成主镜头大小的画框进行拍摄，而不是主镜头。这部分还是希望苹果后续推出相关更新，把录影的镜头切换选择也释放出来。录影部分可以看到，在细节保留及动态范围上 ，iPhone 13系列都有不错的表现。以下邦尼也直接提供样片。以下邦尼也提供防手震测试，供大家参考。接着来看萤幕部分，上一集节目有提到过，邦尼认为这次最大的亮点就是萤幕。iPhone 13 Pro 系列终于迎来了120Hz 萤幕更新率，还是必须说，120Hz 所带来的流畅就是肉眼可见。透过画面上的对比就可以看到，即使是 iOS 在60Hz 限制下，滑动还是可以看到明显残影跟顿挫。还是那句话，用过120Hz 的朋友不会回不去，但你会不想回去。这也是为什么邦尼会认为这次 Pro 系列更值得的地方。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都到了2021，你也花了3万左右买一只手机。如果是好几年才换机的朋友，今年的 iPhone 13其实跟这2年 iPhone 11、12差异都相对有限。不过120Hz 所带来的流畅跟规格更新，都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当你放下120Hz 的手机，拿起60Hz 的萤幕，那个残影可能会伴你一生。不过上集节目邦尼也有提到，从 iPad 上的 ProMotion 一直到 iPhone 13 Pro 系列的120Hz 都能看到，苹果即使上了高萤幕更新率，滑动速度还是比较保守，目前 iOS 的滑动阻力也还是比较大，所以体验下来真的就是比较流畅的 iOS， 并无法完整释放 120Hz 带来的流畅，还是期待苹果未来会在 120Hz 上进一步解放。此外，目前也还不是所有 App 都已经针对 120Hz 最佳化，在使用的过程中还是有许多跳回60Hz 的状况。不过目前也正值 iOS 15上线，跟各家 App 大量推出更新的时间点，所以还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让开发者陆续跟上。这问题我们就先保留到未来的评测再一起来看吧。不过邦尼也实测了主流几款 App， 例如 Facebook、YouTube、Chrome 等等会长时间上下滑动的 App， 的确可以跑出120fps 的帧数。没错，是120fps。受限于目前的系统，虽然无法得知萤幕实际的更新率，不过透过第三方软体可以截取到，这些 App 的确可以在滑动时跑出120fps 的帧数。比较值得一提的是，这次 iPhone 13跟13 Pro 系列萤幕材料等级还是有所不同。最容易看得出来的差异，就是从我们的画面上可以看到，当我们侧看时，13 Pro 的萤幕依旧维持比较少的色差，13则是整个变黄了，主要是受益于三星新一代的萤幕技术，表现甚至跟三星 S21 Ultra 上那一块萤幕非常相近。好萤幕还是 Pro 系列限定。这次邦尼也实测手上4只手机，在灰色背景下都没有绿萤幕问题。不过这代 iPhone 13系列在萤幕的黑化上似乎有些改变，因为 OLED 的特性，在强光下其实是可以看到萤幕的有色反光。今年的 iPhone 13全系列在光源下都可以看到蓝绿色的反光，在一体性上有所下降，这点是有点意外的，因为去年的 iPhone 12 Pro Max 在这一块反而做得比较好。萤幕亮度经过邦尼实测，在强光下的萤幕全白亮度 iPhone 13以及13 mini 都可以达到750尼特左右，13 Pro 及 Pro Max 则是可以达到900尼特以上，两者都可以很好的应付太阳下的表现。整体来说，还是回到今年最多人讨论的问题，就是 iPhone 13升级无感。邦尼认为最大的原因还是在跟竞品相较之下，这次的 iPhone 13系列并没有太多真正的新东西，或是带来有感的改变。而有感的改变不一定是新东西，呼应使用者期待的指纹辨识、更未来的接口规格、去掉刘海等等，这些其实对许多使用者来说，真的就是换机的影响项。许多人反驳的也没错，事实上硬体改变许多 ，A15 依旧强大的没有之一，它就是史上最好的 iPhone。这代 iPhone 的实际体验也完美贴近了两派的说法。iPhone 13系列在实际体验上的确没有有感改变的地方，但在规格上确实是近几年来 iPhone 最有感的提升，也是在既有体验上我们一直期待的那个 iPhone。但再说的话，就是时间点晚了一点，跟竞品相比，也就是几年前各家旗舰的常规升级，不禁想写首诗：如果它是 iPhone 12。不过事实上，有了120Hz，真的就是邦尼自己这2年选择主力机最主要的影响项，也是为什么 iPhone 13 Pro 会成为这2年最喜欢的 iPhone 原因。最后来聊聊选购建议。整体来说，如果你是固定换新机的朋友，11、12的用户，邦尼还是推荐上 Pro。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 120Hz， 生物辨识还是 Face ID， 还是要按密码，依旧采用 Lightning， 你还是要多带一条线。相机的确更好，跟12系列的最大差异落在超广角夜拍，体验没有太大的改变，日常使用差异有限，要说痛点还是存在。但这就是你目前能够选到最好的 iPhone。如果有追求其他面向的朋友，再来就真的只能左转选其他家。这或许也是大部分使用者会觉得无感的原因。而13吗？其实没有不好，它还是你熟悉且均衡的 iPhone。但主要影响项就是 120Hz， 都到了2021，花了这个价位，居然没有 120Hz， 帮你会觉得有些可惜，甚至遗憾。毕竟它真的是最有感的地方。但如果你真的没有体验过 120Hz， 也觉得 120Hz 没用，那 iPhone 13可以帮你省下不少钱。
最后，如果你不是固定换机的朋友，或许可以继续等120Hz 下放，或是再等一些痛点更新。毕竟你都等了这么多年，或许真的可以等到你心中那只 iPhone。最后，邦尼想问各位，大家都想着苹果应该换掉 Lightning， 但苹果的未来真的是 Type C 吗？底下一起讨论吧。好啦，本期节目先说到这里，希望你们喜欢。别忘了立即订阅邦尼，并开启小铃铛，也欢迎加入邦尼的 Facebook 苹果讨论区，一起聊聊更多苹果产品。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